大家都知道，在台湾呢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想独立，这地方呢就是苗栗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外国人，然后那个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我对，要去哪里申请居留证？对，如果我要移民到苗栗的话，是到这边申请吗？不是是到移民署那个台湾人如果要移民来苗栗国，是要去哪里申请？苗栗国吗？你要移民来苗栗国，要去哪里申请？跟大家开个玩笑嘛，但其实早在18世纪，这群客家人早就已经在他乡独立建国，不但持续了100多年，还是第一个华人非世袭制共和国。虽然在19世纪初这个国家灭亡了，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彝族在当地生活着呢。如果你刚好有购物的需求，可以到我的线上选物店支持我哦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远。我们接下来将陆续增添我们先行帮大家试用过的产品，并且呢，选出有80分以上的产品才会加入我们的线上严选商城。就像我最近试用的这个 Plot AI 笔记，无论是你的老板突然打电话给你，跟你说了一堆无关紧要但是必须记住的杂事，还是跟工作伙伴在晚餐中突如其来的公事内容，你都只需要1只手指就可以马上帮你生成文字笔记。这个产品已经在全球卖出超过100万套，真的可以帮你省下很多脑容量。欢迎大家经常来我的线上选物店看看，但如果没有喜欢的话，也不要硬买哦。今天做 Lion Air， 没有人做过了吗？这要开箱了。太否了吧！竟然没有加价钱就给我，每次要坐这个位置都要叫人家加500块。你一旦出国，就会发现许多台湾人都是称职的外交官啊。台湾 Why? Yeah. Did someone give you? Fee. 这次我们要去的目标是印尼昆甸市，是印尼加里曼丹省第1大城市，总人口62.8万，是东南亚少数几个以华人为第1大族群的城市。由于刚好被赤道穿过，气候极度炎热，全年的高温都在30度以上。昆甸博工会贝公啊，是说他们这边好像也是叫阿贝。一到达这个城市，就发现它与雅加达大不相同。不但不用去唐人街，在路上就看得到中文，连中式的庙宇啊，看起来是香火鼎盛的。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啊？写着印尼文，但是是这个庙宇。看来这边真的是很少观光客。我们的这种美规的插头没有，它这边有国际的，这套是坏的。check in 完之后啊，发现哇靠，插头不能用，然后就去旁边的 mall 买了一个插头，买了插头完之后，天色就暗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呢，也就只有去吃饭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街区呢，就是相对比较繁荣的地方，叫做嘎加马大，这是昆甸主要的一条街，就有点像台湾各地的中山路一样吧。嘎加马大好像就是他们这边以前一个将军的名字吧，传统英雄的名字。它叫做鱼徐蛇图公所。然后一到了餐厅，就发现我所会的语言在这里可能都不管用。One person, okay. Or Chinese, or Hokkien way, okay. Or Chinese. English menu is okay. No, okay. 所以可以说中文，是不是？一点点啊。因为我刚讲他们好像听不懂。不然我 Hokkien 我也会，那会去看吗？你看不会看。你帮我点。你随便帮我点。出猪肉啊，我要菜。这个我们叫鱼菜，这个又叫巴蒂。都这边才有嘛。饭要吗？饭不要。不用饭了。吃菜就好。要喝水吗？好。所以只有大哥会讲嘛。好了，我的菜来了，上菜超快的。这好熟悉哦，这是不是皇宫菜？皇宫菜炒虾米哦，是不是我们的那个鸡卷？那个南部叫 Gena， 台北叫鸡卷，然后他们沾着酱，甜甜的，好像是梅子酱或糖之类的东西。这里面是粉粉的，但它沾这个酱有点甜，不适合，还是我们台湾沾番茄酱或是甜辣酱比较好吃。就我们正常在台湾吃到的潮州菜，可能不会有炸猪肉吧，然后它炸猪肉也是沾了一个酱。罗望子哦，辣的，
就是甜甜的炸猪肉，原味的甜甜的炸猪肉。你看这个热菜，热菜是什么？这菜很脆，这是什么菜啊？从来没吃过的菜。财富自由点法，我不知道多少钱啊，因为我看不懂，他们只有印尼文，所以他们这边的人应该照理来讲，如果没有中文 menu， 照理来讲，他们是不是应该是他们现在会讲中文，但是他们不会看中文的。虽然已经吃过了一餐，但回到饭店想了又想，还是觉得有个东西不得不体验一下。因为我发现现在去好多地方，他们这里都已经不用手了。人生第一次用手吃饭，不会被妈妈骂。他没有腿、鸡翅跟鸡胸好，所以我看他们都这样子，撕一点，他们只能用一只手，不能用另外一只手帮忙哦。香茅味，哇，表面上就有一点辣的。不能用手爽，试试看鱼干。超烫，我手指要熟了，这不科学啊，这就很烫啊。很咸，哦，超级咸，而且超级烫，可以吸手指吗？好想吸手指哦！我有一种阿嬷在背后看着我，要拿筷子打我的手的感觉。客家国的发源地距离坤甸市中心有44.1公里那么远，并且没有任何铁路交通。没错，新的体验又要解锁了。在印尼开车啊！你看这哇，幸好今天有租车，外面这个倾盆大雨。为什么我去雅加达的时候不下倾盆大雨呢？这个大雨雅加达一定淹水了嘛，害我都没有拍到好的画面。印尼的油价很便宜耶，1公升10块，18块台币汽油。欧皮亚纳克豪宅区，有没有？豪宅区上面挂的是灯笼，看来传说是真的。传说中30%的华人占走了80%的财富资源。才刚上路不久，我就发现路边很多把自己涂成全银色的人。我正想着坤甸人真雅兴，既然有这么多人从事街头行为艺术，但就在我停下车辆的时候，他们缓缓地走向了我。A dollar or something? Oh, okay. Put it. Okay, okay. Please give you. Have a nice day. 2023年，世界银行公布的吉尼系数排名当中，印尼以0.388成功登上了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。2%的政治人物与华商掌控了超过80%的财富。这些把自己涂成银色的人们，是为了获得用路人的斗内才决定这么做的，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学龄儿童与青少年啊。正在我身后的呢，就是赤道的界碑。也就是说呢，基本上我现在站在南北半球的中心点，然后你们现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你如果画面呢看起来比较破破旧旧的这边呢，它就是叫做老码头。老码头这边呢，主要住的是潮州人，好，那如果客家人呢住在哪边呢？住在码头的右边。而且更惊人的是什么？是印尼政府呢在2001年呢把坤甸的华人呢列为原住民之一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，就是我们台湾所说的本省人也应该被列成原住民。政府有没有考虑一下？好想上去摇哦！直男看到这就想上去摇到女生尖叫，不是吗？这就是赤道0度点啊，大家都在这里拍照。你看，你看20块，再加上我们36块，36块看这个就这样子，36块就这样嘞。Is the book? Not yet. Can sign on it? Yeah, you can say it. To prove I come here. Yeah, put your name here. Name. My name? Yes, your nationality. Correct. For you, free. Oh, for this. 哇！他会有一个证书哎。Thank you. It's a nice gift. Okay. 谢谢。 Thank you. Have a nice day. 谢谢。Have a nice day. 可以吗？开心。这样的话，36块好像就值得了。我这几天在印尼呢，发现有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，就那中国人终于在印尼呢尝到呢20-30年来呢全世界所尝到的苦啊。中国有一个品牌叫做蜜雪冰城，然后呢，他们现在呢在印尼呢被仿成各式各样的其他样子。如果呢之后呢出了 OBBO 手机，出了 BYO 电动汽车，那我就会真的很开心啊！他们路边竟然会有这种神奇的小加油站，而且他们是真的会在这边加油哦。这里有个观音堂，但是不给进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到一个很神奇的建筑物，上面是十字架。
外观像清真寺，就它入口是一个中式庙宇。各位，我找到了。这也就是当年这个罗芳伯啊的家，应该是吧？我们进去看看是不是啊？有没有看到？是繁体字啊，繁体字啊，各位。他们跟我一样，也是有捐款维护这个古迹耶。就当时啊，这个富二代罗芳伯呢，我怎么知道他是富二代呢？因为呢，在古书上面啊，有讲说呢，他这个文武双全。古时候的人啊，能读书又习武，8、9不离10是富二代吧。18世纪末，当时中国航海技术是世界顶尖，所以部分较有实力的商人开始拓展南洋贸易。但中国人一旦读了书又学了武，接下来你能搞的也就是事业了吧？在当时啊，罗芳伯非常叛逆，一点都不想做寻常生意，就跟罗爸说：“孩子哥，你欧累往哪里？”于是呢，就买了一艘船，跟上了下南洋的大航海时代。就碰巧当时婆罗洲的苏丹啊，引进许多华人在此采矿，于是罗芳伯也决定在此寻找自己的 One Piece。根据居民的推断呢，罗芳伯呢当初就是从这个地方，也就是昆甸港的出海口呢登陆的。这边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休闲游戏区。这里有一只科摩多龙吗？超大的！1772年呢，罗芳伯呢从这里登陆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在这里开补习班干哈行啊。虽然在家里啊是个青铜，没想到呢出来这边呢变成战场传说。不但懂人情世故啊，学识渊博啊，武功又好，所以大家呢有问题就都找他帮忙解决。他是变里长伯，所以后来呢干脆就自己成立自卫队，他就在沿岸这边呢除暴安良，帮大家打击海贼。后来呢甚至还帮苏丹平定叛乱。就苏丹想说，哇靠，这家伙蛮屌的啊！不然的话，那我就投资你，我当董事长，你帮我经营这块土地好了。所以他顺势呢就成立了蓝方公司嘛。成立了蓝方公司之后呢，这个事业越做越好啊。你事业越做越大，你就会开始要并购小公司嘛。啊，你并购小公司完之后，你就变得很有钱嘛。啊，你变得很有钱之后，你又有军队，你又有苏丹挺你，所以他就干脆想说啊，不然我这个公司已经那么大了，那不然直接宣布，对不对？独立变成这个共和国好了啦。在这个蓝方公馆对面的就是清真寺，我们随便逛逛吧。听到有人在唱卡拉 OK。咩噶？Mandarin 啊？睇你先啊？哦，我听到有人在唱歌啦。哦，来，唱歌啊？啊，所以唱中文歌，会讲中文吗 ？Mandarin？ No？ 哦，你哈嘎？啊，听不懂啊，哈嘎。啊，哈嘎啊。照理来讲，如果你很会唱英文歌，不是应该很会讲英文吗？也不是很会讲，也至少可以沟通我爱吧。哪位来？台湾。啊，台湾。对，阿姨会讲中文。哦，你会讲？一点会。一点点会。很久没有讲。这边很多华人吗？很多哈嘎吗？很多哈嘎，这个哈嘎有印尼人，有哈嘎人。哦，也有印尼人，也有哈嘎人。对。这个印尼人，家跟不一样啊。这个中国人、客家人在家，有贴门脸的就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家跟不一样。面前。哦，是啊。看房子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哦。接续上一集，你看这边也是以打水井为主。当然，像我这样奇装异服又长着华人脸孔的怪咖，在这里是很容易引起骚动，你说是吧？先生你好。你好。从哪里来？我从台湾。台湾。大哥你好。大哥哈嘎。是哈嘎，你会讲贵啊？不会。你会讲贵啊？会。楼房把这个古城啊，这个。哦，古城。这边是古城吗？对了。已经很久了吗？很久了，这个房屋在开样。150年多了，150年以上。但是啊，这边的也很少了，会讲贵的。哦，已经很少了。这个中文说要多解释、多壁画、多讲呀。对啊。你假如你是这个文字没有讲的是忘记了。大哥，这你店里开的吗？对呀，我这边
4代了。 4代，你第4代，那你还会讲中文哦？我有念过中文，哦，小时候有念过。大概有6年级。第4代就200年了呢，快200年了，100多年了。4代300个年了，300个年了哦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祖父，我的父亲，哦，我们这边的聊天真好，平常没有人跟你讲中文啊。很少。我的朋友有在这个外国，我和我的哥哥聊天就是讲中文。哦，你哥哥也在这里吗？没有，在雅城。在雅加达。雅加达。哦，雅加达。雅加达就是雅城。野城。野城是雅加达。哦，椰城啊。好，椰子 coconut。对呀。好。好几分钟了哈。对，谢谢。很开心。谢谢。后必有期啊。好，我去走一走。好，拜拜。小心一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有个小市场在卖鱼，你看他们印尼人真的超的，他们都会一直跟我打招呼什么的。杂货店啊，怎么开那么多家？1，然后2、3，然后4、5。大哥会讲是不是？中文。你哪里来？哦，哪里来啊？我台湾。台湾啊。就在我结束与大叔们的对话后，发现其实刚刚的杂货店阿伯正在4点钟方向观察着我们，并且邀请我一起用餐。看着阿伯那炙热的眼神，我能拒绝吗？大哥怎么2点了，你还没吃饭？吃饱了。啊，你吃这是下午茶哦，点心。点心的。下午就是3点到5点。哦，吃饭。然后晚间。晚间不吃。哦，那你很健康哎，对吗？对啊，台湾现在也流行这样哎。台湾人他吃这个饭呢，这菜啊，菜比饭更多啊。啊，对啊。就像前面阿伯提到的一样，现在的印尼，即便是华裔后代，也少有母语级别的使用者。但对于老一辈的华裔移民来说，忘了母语就好像忘了自己是谁。即便已经不熟练，还是不想放弃每一次可以使用的机会。但这村子啊，跟我想象中还是有一点差距的，因为这个大部分的脸孔啊，还是这个印尼人，就是马来裔的这种比较多。作为印尼在婆罗洲的第1大城，坤甸也是有不少富人消费的地方。这辈子可能就只有来一次的我们，怎么能不体验一下呢？螃蟹多少钱？ Sorry, sir. Okay. We don't have this one. Crab is sold out. Okay. It's sold out. Yeah. Oh, so sad. 好，点完餐了，那我们继续讲故事可以吧？然后后来才没过几年啊，这个荷兰人呢就来找香料嘛，发现在这个对面的婆罗洲啊，有一群华人在那边生活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功夫再好也打不过洋枪，所以方伯很怕，但方伯很聪明啊，他就想说，我有很多钱嘛，我有很多金矿嘛。 不然的话，我去找大清做朋友。他在跟大清交涉的时候呢，他就不说我们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，他就用南方公司来做这个单位名称。后来呢，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呢，在1887年啊，发现这个超级强大的大清呢，已经变成这个东亚病夫了，他就顺势的把这个南方共和国给吃掉了，南方共和国就因此灭亡，变成了现在的状态。好了，我的2道菜来了。他们这里很喜欢吃皇宫菜，又跟前天一样了。 其实那天那个阿豪炒出来的菜不会输这里耶。他的虾竟然是泰国虾哎！他们怎么也懂金沙中卷啦？这虾子超好吃，但金沙中卷就是中规中矩的金沙中卷。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磨姜泥，然后加砂糖下去炒牛头排沙茶酱，炒出来的味道应该就是这个味道，几乎快一模一样。牛头排等着收我发票。哇，这是什么呢？看起来很高级的鱼吗？ 我又想哭了，我又觉得拍 YouTube 很辛苦了。看他们国家好先进哦，可以从这里进去。不是，我都走虫洞了，就周一休馆了。所以我们等下会上电视，对不对？没有上 YouTube 而已。你要去哪里申请居留证？对。
对我想要移民来这。拘留的话应该是要是一个好问题。对啊，这应该是要问行政人员。谢谢。可能去警察局。去警察局是不是？我以为是你会叫我去精神病院。所以是这里可以申办吗？是吗？因为我现在找不到，我想要来这里创业，这样就是看有没有居留证啊，或者是不要盖章，因为怕被警察抓。哦，不用担心啊，我们有立国的警察蛮和善的。好，是啊。看到了吗？30年不删预算，就是这么幸福。国民党，我们听到。